最近啊，中国银行业可真是有意思了，一会儿说要防诈骗，一会儿说要控制资金外流，结果倒好，老百姓连1000块钱都转不出去了。这些官老爷们可真会玩，把老百姓的钱看得比什么都紧。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些银行突然对储户的钱这么上心吗？说白了就是自己心虚啊。我给大家报个猛料，根据最新统计，全国5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已经突破3万亿，光是房地产相关的坏账就占到了40%以上。现在这些银行就跟末期肾衰的病人似的，就怕储户一起来提款，立马就得趴下。今年下半年以来，全国各大银行不约而同地搞起了限额运动，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就连一些地方的小银行也加入了这场全民限额的盛会。最有意思的是，这些银行给客户降额的时候，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跟偷偷摸摸干坏事似的。而且这个限额运动可不是随便玩玩。据金融监管部门内部人士透露，现在全国超过80%的银行都收到了窗口指导，要求严格控制大额取现和转账。有的银行甚至把每日限额降到了可笑的地步，5000块钱以上就要去柜台，1万块以上还得提前预约。你说这不是把老百姓当傻子耍吗？有位李女士在中国银行办了张卡，用了好几年了。突然有一天，她要转个几万块钱，结果发现怎么都转不出去。你说这事儿多可笑，原来银行已经给她把每日转账额度降到了2000块。这还不算完，她另一张江西银行的卡也遭了殃，也被限制到每天就能转2000。最气人的是，李女士这种情况还不是个例。很多网友反馈说自己的银行卡也莫名其妙被限额了，有的是工商银行，有的是建设银行，甚至连一些城商行、农商行都玩起了这套把戏。而且更绝的是，这些银行给你降额的时候连个通知都不发，等你要用钱的时候才发现不对劲。你们猜这些银行给出什么理由？说是为了保护储户资金安全，防范电信诈骗。我就想问问这些银行行长，你们是真糊涂还是在装糊涂？防诈骗需要把几万、10几万的转账额度一下子降到2000，这不是打着防诈骗的旗号行限制资金外流之实吗？更搞笑的是，你去银行要求恢复额度，他们又给你设置了一堆障碍，必须本人去，必须去开户型，还得带上各种证明材料。这些银行行长是不是觉得老百姓的时间不是时间，动不动就让人请假跑银行，跟皇帝批审似的？我们再来看看具体的数据。根据央行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性商业银行的线上转账限额相比去年同期平均下降了53%。有的银行甚至把 I 类账户的单日转账限额从5万元直接砍到了3000元，降幅高达94%。这哪是什么防诈骗啊，分明就是不让你把钱转出去。知道这些银行为什么这么紧张吗？因为他们现在面临的不良贷款压力实在太大了。据一位银行内部人士透露，目前很多中小银行的实际不良贷款率远超官方公布的数据，有些甚至达到了8%以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存100块钱进去，就有8块钱可能打了水漂。而且更要命的是，这些银行还在玩数字游戏。他们把很多明显收不回来的贷款，硬是划归到关注类贷款里面，表面上看不良率还不到2%。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就像把垃圾债权包装成优质资产，早晚有一天要爆雷的。更有意思的是，储户存钱的时候，这些银行又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江西有位女士去存10万块现金，银行非要问这钱是从哪来的。你说好笑不好笑？
存钱的时候当你是犯罪分子，取钱的时候又把你当成诈骗犯。我就想问问这些银行行长，你们是不是得了选择性精神分裂症？最近河南、山东等地更是频频传出取现难的新闻。一位银行内部人士透露，现在很多银行都在控制现金支取规模，10万以上要提前预约，50万以上甚至要等1周。等1周是什么概念？就是说你想取自己的钱，还得看银行的脸色。前阵子，平顶山市一位王女士，她姐姐给她转了5000块钱过年用，结果你们猜怎么着？银行非让她证明这钱是她姐姐转的，让下载反诈 app 也就算了，还问她姐姐在哪上班，以前在哪上过班，简直是荒唐至极。最后闹到要报警，整整耗了2个小时才把钱取出来。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可不是个例。据银保监会的最新统计，今年以来，全国超过60%的银行网点都出现过类似的询问钱款来源、要求提供证明等情况。这些银行把简单的业务搞得跟查案似的，难道是觉得自己是公安局的分支机构？而更讽刺的是什么呢？这些银行对大客户可是热情得很啊。某国有大行的客户经理爆料，如果是 VIP 客户，别说取个几十万，就算是上百万也是秒到。这不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吗？在他们眼里，普通储户的钱就不是钱。按照最新数据，今年1季度，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突破 2%， 创下10年新高。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这些银行还在死扛。与其老老实实承认问题，想办法解决，他们反而使出这种釜底抽薪的招数，限制储户支取自己的存款。有网友说得好，存钱的时候是大爷，取钱的时候是孙子。我觉得这话说的一点都不过分。现在的银行啊，存钱进去容易，想取出来难于上青天。防诈骗就是他们的挡箭牌，实际上就是在玩空手道，拿着老百姓的钱不放手。说到底，这些银行的做法无非就是在拖延时间，希望通过限制取款来缓解自己的资金压力。说完银行业这场闹剧，我们再来看看最近更有意思的事儿。大家发现没有，现在大街小巷的金店生意可是红火得很啊，家里有点闲钱的都往黄金上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来给大家算一笔账。今年前3季度，中国的黄金首饰需求同比暴跌了 28%， 但是金条和金币的购买量却暴涨了 27%。这说明啥问题？说明老百姓不是为了爱美才买黄金，而是在囤积避险啊。更有意思的是，据北京的中国银行研究院统计，光是广州东山百货一个商场，黄金存货就被抢购一空，价格短短几周内暴涨了 10%。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全民抢购黄金的现象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其他投资都不靠谱了呀。我们先看房地产，自从2021年暴雷以来，全国房价至少跌了 12%， 有些地方更惨，二手房价格腰斩都不止。按央行最新数据，全国有超过400个房地产项目处于停工状态，涉及金额高达 2.8 万亿。再来看股市，那更是惨不忍睹。就在11月12日，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单日暴跌超过 3%， 创下近1个月最大跌幅。沪深300指数也跌了 1.7%。你说说，这钱放哪儿都不保险，老百姓能不往黄金上跑吗？但更让人担心的是人民币汇率。最新消息说，川普要是明年上台后对中国加征 60% 关税，人民币很可能要贬值 50%。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说你手里的1万块钱可能一夜之间就只值5000了。西方权威智库已经给出警告。2018年，美国才加了 25% 的关税，人民币就贬了 10%。
现在要加60%的关税，那人民币得贬到什么程度？而且别忘了，2015年和2016年那次大规模资金外逃，可是让中国的外汇储备少了整整1万亿美元啊！现在离岸人民币已经跌到了7.25，创下了3个多月新低。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川普新内阁的人选，他准备让卢比奥当国务卿，让沃尔兹当国家安全顾问。这2位可都是出了名的对华强硬派，北京都给他们发了制裁令。大家说说，这些大人物上台后会对中国手软吗？国际投行的分析师都说了，川普这是要来真的。等他明年上台，第一件事就可能是对中国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所以啊，现在的情况就是银行不让取钱，房子卖不动，股市天天跌，人民币还要大贬值。我现在总算明白为什么那些有钱人都在抢黄金了。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的数据，今年实物黄金的交易量同比增长了156%，创下历史新高。估计这些人都在给自己留后路呢。这让我想起了明朝末年，那时候大明朝的纸币也是一天不如一天，最后老百姓都改用白银交易了。现在历史怎么又在重演呢？好了，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看完这些数据，大家觉得未来该怎么办？是继续把钱放在银行里等贬值，还是趁早想办法保住自己的财富？这个问题，恐怕每个中国人都得好好想想了。